大家好，如果我告诉你，地球上营养密度最高的肉类，根本不是健身圈人人追捧的鸡胸肉，也不是健康餐桌备受宠爱的三文鱼，而是一种我们从小吃到大，如今却被很多人嫌弃，觉得不干净，不敢轻易食用的食材，你会相信吗？在系统梳理哈佛大学营养学院、世界卫生组织等多家国际权威机构的营养学研究报告后，我精心整理出这份全球10大健康肉类排行榜。看完这个内容，你过去挑选肉类的方法可能要全部推翻。下次走进超市、菜市场，面对琳琅满目的肉类时，你就能像专业营养师一样，一眼分辨优劣，精准选出对身体真正有益的营养优质食材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揭榜。第10名是鸡胸肉。鸡胸肉是家家户户最常见的食材，也是健身减肥人群的首选。它的优势十分明显，蛋白质含量极高，脂肪含量极低，几乎是纯粹的蛋白质来源，能快速补充优质蛋白，同时有效控制热量摄入。它价格亲民，做法简单，水煮、清煎或是搭配蔬菜炒制，很快就能做出一顿健康餐食。单从补充蛋白质和控制体重来看，鸡胸肉表现十分出色。可它为什么只排在第10名？因为这份榜单的核心评判标准不是高蛋白、低脂肪，而是营养密度。营养密度指的是同等100克的食物，除了基础的蛋白质和脂肪，还能提供多少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以及对身体有益的活性成分。一种肉类只能补充蛋白质，另一种能同时提供蛋白质、维生素、铁、锌、硒和健康脂肪，后者的价值显然更高。鸡胸肉的短板就是营养成分单一，属于典型的偏科食材，除了蛋白质，其他营养物质含量极少，只能满足基础营养需求，无法提供更多额外益处。更重要的是，工业化养殖的肉鸡生长周期短，长期食用谷物、豆粕，导致肉中 Omega-6 脂肪酸含量偏高。现代人日常饮食中 Omega-6 摄入已经充足，过量摄入容易引发身体慢性炎症，和多种亚健康问题密切相关。所以鸡胸肉是食用的基础食材，但营养不够全面，距离高营养密度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。把它放在第10名是对其实用性的认可，也为榜单守住门槛，让后续更优质的食材依次登场。第9名是火鸡胸肉。火鸡胸肉可以说是鸡胸肉的升级版本，也是健身人群常选的食材。它继承了鸡胸肉高蛋白、低脂肪、低热量的优点，部分指标表现更优，同样适合控制体重、补充蛋白质。它能排在鸡胸肉之前，关键在于含有容易被忽视的微量元素硒。硒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，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、保护甲状腺功能至关重要，同时也是强效抗氧化剂，能清除体内自由基，减少细胞损伤，延缓衰老。火鸡胸肉是补充硒的优质天然食材。此外，火鸡胸肉含有丰富的色氨酸，色氨酸是合成血清素和褪黑素的重要原料。血清素能稳定情绪，缓解焦虑，褪黑素能改善睡眠质量。平时压力大、情绪烦躁、睡眠不佳的人，适量食用火鸡胸肉能带来不错的调理效果。但火鸡胸肉依旧存在营养单一的问题，同样有 Omega-6 含量偏高的情况，整体营养密度不足，只是在功能性上比鸡胸肉略有提升，尚未进入高营养密度的核心梯队。从第8名开始，这份榜单彻底告别单纯低脂高蛋白的评判标准，正式进入真正高营养密度的肉类行列。这些食材不仅能补充蛋白质，还能为身体提供全面的营养支持，每一种都是天然的营养宝库。第8名是生蚝，也叫牡蛎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。很多人吃生蚝，只关注民间流传的功效，却忽略了它真正的营养价值。
如果说鸡胸肉是专职的蛋白质供给食材，生蚝就是当之无愧的矿物质之王。它的锌元素含量在所有食材中名列前茅。锌对维持免疫力、促进伤口愈合、支持细胞分裂、保护味觉嗅觉、维护皮肤和头发健康都至关重要。人体缺锌会导致免疫力下降、伤口愈合缓慢、食欲减退。几只生蚝就能满足人体1天甚至数天的锌需求。这种营养密度是陆地肉类无法比拟的。除此之外，生蚝还含有优质蛋白、维生素 B12、铁、硒等多种营养物质，是浓缩型的营养食材。它不只是烧烤摊的美味小吃，更是日常补充矿物质的理想选择。每周食用2到3次就能补充多种关键营养。凭借超高的矿物质密度，生蚝稳居第8名，实至名归。第7名是沙丁鱼。沙丁鱼是大海里平价又优质的营养食材，它体型小巧，价格实惠，常以罐头形式出现在超市货架上，看起来十分普通，却蕴含着强大的营养能量。挑选海鲜有一个黄金原则，那就是吃小不吃大。因为海洋中的汞、铅等重金属会沿着食物链不断富集，大型肉食鱼类处于食物链顶端，长期捕食小鱼虾，体内重金属积累较多，长期食用存在健康风险。而沙丁鱼是食物链底层的小型鱼类，生命周期短，不会积累重金属，食用安全性极高。安全只是基础，沙丁鱼的营养价值更让人惊喜。首先，它是 Omega-3 脂肪酸的优质来源，其中的 EPA 和 DHA 能有效对抗身体炎症，保护心血管健康，滋养大脑神经，对儿童大脑发育、成年人维持脑力、老年人预防认知衰退都有重要作用。其次，沙丁鱼通常连骨带肉食用，鱼骨中含有大量易吸收的天然钙，补钙效果优于牛奶和钙片。小小一罐沙丁鱼集齐了 Omega-3、优质蛋白、钙、维生素 D 等营养，营养密度远超鸡胸肉，而且它价格低廉，便于储存，是性价比极高的健康食材，真正做到了小身材大能量。第6名是野生三文鱼，这里必须重点强调，只有野生三文鱼才称得上健康肉类。野生和养殖的三文鱼在营养和安全性上差距极大。野生三文鱼生长在洁净的深海区域，以天然磷虾和小鱼为食，是 Omega-3 脂肪酸的顶级来源。其中的 EPA 和 DHA 对大脑功能、视力发育、心血管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同时，野生三文鱼含有天然抗氧化剂虾青素，这也是它呈现橙红色的原因。虾青素能保护 Omega-3 不被氧化，确保其在体内发挥作用，自身还具备强大的抗炎、抗衰老、抗氧化功效，是守护身体健康的重要物质。再看养殖三文鱼，存在诸多问题。一是饲料问题，养殖三文鱼食用谷物、豆粕和人工饲料，导致体内 Omega-6 含量大幅上升， Omega-3 含量显著下降，脂肪酸比例严重失衡。二是颜色问题，养殖三文鱼无法摄取天然磷虾，肉质原本为灰白色，商家会在饲料中添加人工色素，让肉质变红。三是养殖环境拥挤，鱼类易患病，抗生素使用量大，存在药物残留风险，所以购买三文鱼时，一定要优先选择纯净海域的野生品种。虽然价格偏高，但能获取优质安全的海洋营养，是值得的健康投资。第5名是草饲羊肉。在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中，羊肉是冬季暖身滋补的佳品，这不仅是传统经验，更有科学营养学的支撑。首先，草饲羊肉的肌肉纤维细腻，相比牛肉、猪肉更容易被人体肠胃消化吸收，不会加重身体负担，适合老人、小孩和各类人群食用。其次，羊是反刍动物，天然以草为食，在天然草原自由生长，以青草为食的羊，肉质会发生质的提升。
第一，脂肪酸结构更健康。草饲羊肉富含 Omega-3，Omega-6 与 Omega-3的比例能接近2:1，甚至1:1。这种理想比例是谷饲肉类无法达到的，能有效减少炎症，保护心血管健康。第二，含有珍贵的共轭亚油酸，也就是 CAA， 多项科学研究证实 CAA 能帮助减少身体脂肪，增加肌肉量，还具有一定的抗癌、抗氧化作用。第三，是血红素铁的优质来源。血红素铁是人体最易吸收的铁元素，能快速改善缺铁性贫血，对女性、老人和体质虚弱人群来说是极佳的补铁食材。很多人对红肉存在偏见，认为红肉不健康。其实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工业化养殖、谷饲催肥、滥用抗生素的劣质红肉。而天然牧场的草饲羊肉是兼具美味、滋补与高营养的优质食材，是被大众误解的健康红肉。第四名是草饲牛肉。有了草饲羊肉的铺垫，草饲牛肉上榜顺理成章。它是红肉中的营养王者，是力量与健康的象征。草饲牛肉具备草饲羊肉的全部优点，且在部分关键营养素上含量更高，比如肌酸。健身人群都知道，肌酸能提升运动表现，增强肌肉爆发力，促进肌肉恢复。草饲牛肉是天然肌酸的丰富来源之一。再比如肉碱，它是人体脂肪代谢的关键物质，负责将脂肪酸输送到细胞能量工厂进行燃烧。如同脂肪搬运工，草饲牛肉中的肉碱含量充足，能帮助身体更高效地消耗脂肪。和三文鱼一样，草饲是草饲牛肉的核心优势。市面上大部分牛肉都是谷饲品种，牛只后期被圈养，大量喂食玉米、大豆等谷物，快速育肥，长出大理石纹路的脂肪。这样养殖的牛肉脂肪酸比例失衡， Omega-6 含量升高，营养品质大幅下降。而草饲牛终身以草为食，自由活动，肉质紧实，风味浓郁，营养更全面均衡。选择草饲牛肉就是选择大自然的营养精华，是对自身健康的负责。第三名是野牛肉。野牛肉可以看作草饲牛肉的升级版，是肉类中的优质珍品。野牛是未被完全驯化的野生动物，常年在北美草原等天然环境中生存，以新鲜青草为食，自由活动，自然生长。生长环境比家养草饲牛更原始、更天然，造就了极致的营养品质。和普通草饲牛肉相比，野牛肉有三大优势。第一，脂肪含量更低，相同部位的野牛肉脂肪含量远低于普通草饲牛肉，热量更低，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。第二，蛋白质含量更高，低热量的同时，蛋白质含量更突出，蛋白与热量的比例十分理想。第三，营养更浓缩。研究数据显示，野牛肉中的铁、锌、维生素 B12 等关键营养素含量普遍高于家养草饲牛。食用野牛肉相当于摄入来自自然荒野的原始营养，它口感浓郁，几乎没有腥膻味儿。虽然市面上比较少见，但如果在进口超市或高端肉铺遇到，一定要尝试。这是大自然馈赠的顶级营养肉类。第二名是鹿肉。如果说野牛肉是肉类中的优质食材，鹿肉就是山林中的营养佳品，是近乎完美的天然红肉。鹿是纯野生动物，生长在山林之间，食物种类丰富，嫩叶、浆果、草药、野菜都是它的食物，饮食天然又多样。这种多样化的天然饮食让鹿肉的营养构成全面且优质，没有人工养殖带来的问题。鹿肉是极致的低脂红肉，脂肪含量能和鸡胸肉媲美，营养密度却远超鸡胸肉。它具备红肉的全部优势，血红素铁、锌 B 族维生素含量都十分丰富，蛋白质含量高，且是所有肉类中最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品种。最突出的是鹿肉的结缔组织极少，肉质细嫩，饱和脂肪含量极低，对心血管十分友好，是心血管健康不佳人群的理想天然红肉。
在世界各地的饮食传统中，鹿肉都是高端滋补食材，代表着纯净、天然与活力。虽然鹿肉获取难度大，价格偏高，但这份榜单评判的是健康价值，而非普及程度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，鹿肉几乎没有短板，是营养与美味完美结合的优质食材。终于到了揭晓第1名的时刻，这款冠军食材在东西方传统中都是滋补佳品，是体质虚弱、大病初愈、孕期及产后女性的首选食材。它就是草饲牛肝以及各类健康动物的肝脏。听到这个答案，很多人会感到意外，甚至心生抵触，因为大家一直有一个错误认知，认为肝脏是解毒器官，里面囤积大量毒素，食用会伤害身体。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错误观念。肝脏的核心功能是处理分解、转化毒素并将其排出体外，而不是储存毒素。它就像一座精密运转的化工厂，进入动物体内的有害物质会被肝脏分解，再通过胆汁和肾脏排出体外。健康的肝脏不会囤积毒素，真正容易积累毒素和重金属的部位是动物的脂肪组织，而非肝脏。只要动物生长在天然环境中，饮食健康，身体无病，其肝脏就是安全捷径。营养极高的优质食材，肝脏的营养密度在全球食材中都名列前茅。我们来看几组核心营养数据。第一，维生素 A。肝脏是自然界中天然维生素 A 最丰富、最集中的来源，没有之一。维生素 A 对保护视力、维持免疫力、维护皮肤和黏膜健康至关重要。一小片牛肝就能满足人体数天的维生素 A 需求，吸收效率远高于胡萝卜。第二，维生素 B12。肝脏中的维生素 B12 含量是普通牛肉的几十倍。维生素 B12 是保护神经系统、支撑人体能量代谢的关键物质，缺乏会导致疲劳、贫血、神经损伤。第三，血红素铁。肝脏的血红素铁含量位居所有肉类首位，吸收效率极高，是改善缺铁性贫血最快速、最有效的天然食物。第四，铜、叶酸、胆碱。辅酶 Q10 等多种对人体重要的稀有营养，在肝脏中都以高含量、易吸收的形式存在。一小块肝脏就像一颗天然复合营养胶囊，能提供人体所需的大部分关键营养，营养密度远超榜单上的鹿肉、野牛肉等所有食材。食用肝脏的关键是选对来源，一定要优先选择草饲、有机、散养动物的肝脏，比如草饲牛肝、散养鸡肝、鸭肝。另外，肝脏营养浓度极高，不需要过量食用，每周吃1到2次，每次约100克，也就是巴掌大小的一块，就能满足身体需求。孕妇和备孕人群食用前一定要咨询专业医生。如果买不到草饲牛肝，处理干净的新鲜猪肝、鸡肝、鸭肝也是性价比很高的替代选择。到这里，全球10大健康肉类排行榜就全部介绍完毕了。最后为大家总结3条挑选肉类的核心方法，记住这3点，以后就能轻松选出最健康、最有营养的肉类。第一，优先关注营养密度，不要只盯着蛋白质和脂肪含量，要注重食材中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和健康脂肪酸的全面性，营养越全面，对身体越有益。第二，重点查看饲养方式，草饲、野生、散养的动物饮食天然，生长健康，肉质营养均衡，安全无残留，远优于谷饲、圈养、工业化养殖的肉类。动物的饮食直接决定了肉质的品质。第三，学会充分利用食材，不要只吃瘦肉，动物骨头可以熬汤补钙，来源安全，处理得当的动物内脏能补充多种稀有营养。老祖宗不浪费的食材部位，往往藏着最珍贵的营养。希望这份榜单能帮助大家建立科学的肉类挑选方法，吃得明白，吃得健康。我们下期再见。